太人道，举起双手。特种部队，老头，算你有眼力劲儿。我在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的排行榜上，不是榜眼，也是探花。对我说话，客气。客气个蛋！从没遇见过气场这般狂妄霸道的男人，明明周身早已被全副武装的特种兵层层围住，整个人却没有半分慌乱胆怯的模样，目光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孤傲，唇边还隐隐噙着一抹满是轻视的冷笑，完全没将周遭林立的枪口放在心上。这个气场强悍的人物就是扎根远山镇多年，一手掌控当地马家贩毒势力的头目马世昌。官方为了彻底清除盘踞在边境多年的马家毒瘤，早早调集大批兵力悄悄驻扎在西南边境地带，对外宣称队伍开展野外实战拉练，背地里真实用意就是准备围剿这股庞大的贩毒团伙。中华利剑行动正式开始，各部围剿远山镇。是。马世昌心思深沉，像极了老谋深算的狐狸，凭着多年混迹江湖的直觉察觉到周遭气氛异常诡异，心底暗自怀疑这批野外演习的部队目标根本就是自己，不敢有丝毫耽搁，立刻暗中联络早已被他重金收买的边防高层。我这边有云，是不是要变天了？没有，我这边晴天。如果变天，我会告诉你。好，辛苦。听完这番说辞，马世昌这才暗暗放下心中悬着的心。只是他压根预料不到，那位边防领导刚把通话挂断，站在身旁的苗连便直接拿出手铐将其当场控制。其实警方早就暗中察觉出这位高官早已被贩毒集团收买，沦为内奸。马世昌回去之后，对着手下安抚说，只是一场虚惊，不必太过紧张。唯独一旁的马云飞心绪不宁，右眼皮不停跳动。民间一直都有左眼跳来财运，右眼招来灾祸的说法，他心底隐隐莫名不安，总预感马上要有不好的大事降临。与此同时，小庄正陪着马其彤往山林深处散心约会，暗处潜伏待命的大批特种兵全程悄悄紧盯两人动向。队员们无意间察觉小庄驾乘的车辆后方竟有人暗中尾随，当即第一时间把这异常情况上报给狗头老高。老高稍稍沉思了片刻，立马察觉出这很有可能是马家势力准备暗中对小庄动手。面对眼下突如其来的紧急变故，老高果断放弃了原先制定好的整套作战部署，当即安排孤狼特战小队优先处理小庄这边遇到的危机。与此同时，迅速向上级首长汇报情况，准备对马家团伙发起强攻。车辆行驶到山林中途路段时，小庄突然开口示意身旁的马其彤把随身携带的枪支递过来。小庄接过枪械之后，毫不犹豫直接抬手丢出车外，紧跟着猛踩刹车，瞬间将车辆稳稳停住，转身顺势就把毫无防备的马其彤牢牢控制住。马其彤亲眼看到密密麻麻的特战人员围拢过来，这才幡然醒悟，明白自己从头到尾都被小庄蒙在鼓里。看到突然冒出来的特种兵，身后尾随而来的毒贩瞬间慌了神，急忙停车。可他们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应对，暗处潜伏的狙击手早已锁定目标，直接一枪放倒了车上司机。四面八方的特种兵立刻从隐蔽处一拥而上，迅速合围。马云飞眼看无路可逃，只能硬着头皮下车准备拼死反抗。可他刚举起枪就被精准击中手掌，瞬间负伤，紧接着就被冲上来的特战队员当场抓捕。眼睁睁看着自己心心念念的男神全程利用自己的真心感情，马其彤瞬间情绪崩溃，忍不住当场大声怒斥发泄心中委屈。小庄看着伤心的马其彤，心底满是自责与愧疚，但为了彻底铲除边境危害一方的贩毒势力，他也只能无奈选择辜负这份真心。等到小庄走过来时，马云飞死死盯着小庄，恨不得当场将对方生吞活剥一般。我早就该料到你是个卧底。小庄始终沉默不语，片刻过后便换上了属于自己的特战军装。你说你爱我是骗我的，我爱我的祖国。三哥，对不起。马云飞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劝慰的话语，殊不知他的衣袖之中早已悄悄滑落一把手枪，心里已然生出要射杀小庄同归于尽的念头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马其彤毅然决然冲到小庄身前，用自己的身躯替他挡住了那枚致命的子弹。卫生员赶紧上前检查伤势，还要呼吸，需要你做，快去点弹药，要快，快来！告诉我你是谁？你是西伯利亚狼，你看着我。小庄一行人随后火速奔赴远山镇，顺利和前线大部队完成集结会合之后，立刻展开对贩毒集团据点的全面强攻行动。医护身份的小影紧随作战队伍身后前行，时刻保持待命状态，随时准备抢救负伤作战的战士。这也是小庄和小影人生里首次并肩奔赴战场执行任务。只是此时此刻身处现场的两人都无从知晓，这场并肩前行也成了他们此生最后一次共同作战行动。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一路突破防线，迅速推进，很快就一路冲杀，直抵马家核心别墅据点。打我干的！走走，举起双手，快点！转过来，转过身来！我可以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。闭嘴！
这儿没人要你的臭钱。走。我给了你我的女儿，给了你所有的爱，你就这么报答我，这是我的使命。